王宫高地第2层，老蔡正想办法打败 Baby Five， 而 Baby Five 却一心想着老蔡是不是在和他求婚，二人目的不同，招式也不同，搞得十分尴尬。青椒和唐吉诃德家族干部拉奥 G 一顿激战之后，被拉奥 G 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青椒爬起身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老蔡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。你不是已经和二宝水军栋梁的女儿伊丽莎订婚了吗？”伊丽莎的长相和人妖王国的人妖们有得一拼，但是老蔡却毫不在意。在他看来，和谁结婚都无所谓。二宝水军和八宝水军属于政治联姻。不过老蔡看起来毫不在意，青椒十分生气，因为这个叫 Baby Five 的小妞已经开始给老蔡整理衣服领子了，看起来就像是他的老婆一样。老蔡吓了一跳，挥动砍刀与 Baby Five 拉开距离，一头雾水。突然说什么要结婚，这女的不会是脑子有什么病吧？ Baby Five 说道：“你不是需要我吗？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去做的。”老蔡随口说道：“那你就去死吧！如果放任你们不管，你们就会去干扰草帽，必须把干部处理掉才行。” Baby Five 一听，立刻从手中变出一把手枪，顶着自己的脑袋，威胁着说：“我很愿意去死。”老蔡突然就慌了。青椒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让老蔡别管这个小妮子。那老蔡能干吗？不说是不是敌人，看见美女死在面前，那就是一种罪过。Baby Five 这个心理毛病也是源自于他悲惨的童年。他小时候曾经被自己的母亲抛弃过，印象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派不上用场就是不被人需要，所以才会被抛弃。因此 Baby Five 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需要，只要有人需要，不管是利用他还是拿他当枪使，他就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。甚至别人需要自己去死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老蔡在 Baby Five 扣动扳机前的前一秒扑上去，结果被青椒中途拦截。青椒窜向老蔡，阻断他解救 Baby Five， 并且对老蔡大骂不止，认为老蔡是八宝水军的耻辱，居然对敌人动了恻隐之心。老蔡根本不听青椒的谩骂，继续向 Baby Five 冲过去。青椒大怒，从高处俯冲下来，准备用头锥直接将老蔡刺死。老蔡用武装色将腿部包裹起来，一个劈腿正面迎击青椒的头锥冲刺。二人僵持了几秒钟后，老蔡直接将青椒的头锥踢折。老蔡摆脱青椒，一个箭步冲到 Baby Five 面前，直接给了他一巴掌，打掉了他手里的枪。Baby Five 懵逼了，明明自己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，为什么还无缘无故挨了一巴掌？让我死的也是他，不让我死的也是他。男人的嘴果然不可信。青椒也是个奇葩，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头锥被踢断了，不但没有发怒，反而喜极而泣，高兴的直夸老蔡好样的。老蔡的能力终于得到觉醒了，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八宝水军，而且他的婚约也可以解除了。现在老蔡是自由的，他想娶谁就可以娶谁。老蔡也感动了，想起跟自己订婚的那个女人堪比人妖王国的人妖，老蔡就一阵心痛。如果可以恋爱，谁不喜欢漂亮的？这时一直待在一边的拉奥 G 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冷落了，恼羞成怒，冲过去一个必杀将青椒放倒。仔细一看，拉奥 G 的身体变成了如同超级赛亚人一样的身形，肌肉爆裂的好像随时都会撑破外套一样。老蔡怒了，自己才跟老爷子和好，老爷子就被人干掉了，这也太不给自己面子了。老蔡提着大砍刀对着拉奥 G 就是一刀，拉奥 G 用一根手指头轻松扛住。拉奥 G 大骂老蔡是个憨批，如果用 Baby Five 当做挡箭牌，他也许还有胜算。但是老蔡就是一根筋，居然担心 Baby Five 的安危，将他一巴掌推出了战斗之外。在拉奥 G 甚至整个唐吉诃德家族的心中， Baby Five 只不过是一个极为顺手好用的工具人而已，只要被人需要，自己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这么方便的女人去哪里找？老蔡大怒，抓住大刀大吼一声，如果我赢了，我一定要娶这个女人为妻。拉奥 G 爆发怒气值，身边的元气将他包裹起来，力量瞬间得到提升。老蔡提刀冲过来，一刀劈插进岩石中，用自己的踢技化解了拉奥 G 的拳头。接着老蔡使出自己的必杀，一招正劈腿劈下来，正中拉奥 G 的脑袋，将赛亚人形态的拉奥 G 瞬间击垮。老蔡这一战连破2个干部，干掉了拉奥 G，降服了 Baby Five， 可谓是一箭双雕。索隆这边与皮卡继续周旋着，皮卡的攻击招式十分单一，但是却给索隆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一方面，皮卡的笑声实在是恶心，扰乱索隆的心神；另一方面，皮卡使用的无他时是无差别大招，根本不顾及自己人的安危，直接胡乱射击，让索隆无处下手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尖嗓门的娘娘腔混蛋，每次在索隆进行攻击的时候，都直接潜入岩石中溜走，根本不和索隆正面开打，像个地鼠一样跑来跑去，把索隆搞得十分心烦。高地第4层花田，大嘴猴迪亚曼蒂的陆军旗搞得整片花田如同旗帜一样，不断的上下飘动，让巨鲁士很难站稳脚。迪亚曼蒂看着巨鲁士，居然说起了多年前残忍杀害雷贝卡母亲的那一幕，这让巨鲁士勃然大怒，瞅准机会，用一只脚弹射而起，举起长剑砍向迪亚曼蒂。
迪亚曼蒂将自己的斗篷钢铁化，轻松挡下了巨鲁士的攻击。迪亚曼蒂嘿嘿一笑，余光瞥见了站在远处的雷贝卡，他挥动自己的大宝剑，宝剑像毒蛇一样盘绕着冲向雷贝卡。巨鲁士拼命一跳，跳到雷贝卡面前，挡下了迪亚曼蒂的蛇剑。迪亚曼蒂看穿了巨鲁士的弱点，不断地用蛇剑偷袭雷贝卡，巨鲁士只能严防死守在雷贝卡身边。迪亚曼蒂暴虐的大笑，真想看看失去妻子和孩子的巨鲁士是什么样子。雷贝卡想要举剑战斗，巨鲁士坚定地将他拒绝，自己已经恢复了人形，绝对不会再让自己的女儿举剑变成剑斗士了。混乱的城镇中，萨博一个人在四处巡逻，帮助那些受困受难的人。他将一对母女从火焰中解救出来，跟着另一个陌生的男子去帮忙解救他的同伴，简直比海军还要好用。看着远处的皇宫，萨博默默念出弟弟路飞的名字，满眼都是担忧。画面一转，又是路飞对战贝拉米，这里我真是无语了，直接跳过。王宫顶上，明哥砍了罗的胳膊，然后对着罗百般羞辱和嘲讽，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抓起罗将他丢向空中。托雷波尔非常配合，用粘液抓住罗，将他狠狠地砸在地上。罗爬起身，单手拿着鬼哭冲向明哥，明哥用五色线将罗砍伤。罗扛住后一招入目，接着用鬼哭把自己的脚连同明哥的脚一起死死地钉在地面上。罗单手对着明哥比了个赞，心脉休克直进明哥的胸口，明哥防不胜防，被一招击中。一声爆炸，罗猛喘粗气，但明哥从烟雾中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将罗拽住，将罗丢出去后，自己释放降无赖线，5条钢针一般的线降下来，将罗的身体刺穿。我现在就送你去见克拉松。罗，王宫城高地第3层，古拉的耐心被消耗殆尽，使出了自己的大招。整个第3层的岩石不断的鼓起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鼓包，一看就知道是古拉搞的事情。如果这些不断膨胀的鼓包都爆炸，估计整个3层都会被夷为平地。卡文迪许冲到巴托的屏障前，祈求巴托放他进去。巴托以这个屏障打开，我和罗宾前辈就不安全了为借口，拒绝给卡文迪许走后门。古拉一手撑在地上，启动了大招爆破摇滚庆典，咚咚咚，一阵阵巨响，整个第3层都被炸裂。古拉很酷的扶了扶眼镜，永别了卡文迪许。然而古拉高兴太早了，巴托在爆炸前的几秒钟将卡文迪许放进了屏障保护内，卡文迪许毫发无伤。只不过他很气巴托故意不放他进来，就是让他难堪。巴托不乐意了，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怎么和救命恩人说话的？几分钟前，卡文迪许还是掩护巴托的好队友，现在二人好像反目成仇，贴在一起，眼神带着愤怒和杀意，好像随时要打起来。突然，卡文迪许话锋一转，要出去和爆炸人干一架。巴托不愿意了，这里是你家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巴托打开屏障，把卡文迪许放出去，然后嘲讽道：“你别想再回来了。”古拉以为炸平了第3层，便把目标锁定在了在墙壁上游走奔向第4层的罗宾。巴托在下面利用流动屏障制造出了一个球拍，一拍子下来将古拉的炸弹丸挡住。罗宾给巴托抛了一个 wink， 附送一句：“干得好，机关头同学。”巴托直接就跪了，这难道是暗送秋波？巴托猛劲摇了摇头，打消了念头，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奢侈了。他将屏障开到最大，像一个人形推土机一样驱动着巨大的屏障攻击那些小喽啰们。卡文迪许吓得一边跑一边大骂：“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我和他是一伙的？快他妈给老子停下来！”高地第2层，另一个嚣张又欠揍的干部德林杰正在看古拉的热闹，古拉气得大骂：“就不能来帮帮忙？”德林杰发出欠揍的笑声，在他的身后，爆炸拳头哥一把将他抓住。即便他的肚子已经被德林杰刺穿了，但他依然顽强地站起身，准备和德林杰决一死战。德林杰的幺蛾子仿佛有无限体力一般，刚刚打了这么多集，依然精力充沛。他瞬移到拳头哥的身边，给拳头哥又是一顿暴踢。拳头哥找准机会一拳打过去，可惜准头偏了。德林杰有些火了，更加卖力的狠踢拳头哥，打得亢奋了。德林杰丢掉自己的帽子，露出了真正的面目，长出了一排排尖牙。这小子是半个斗鱼鱼人。德林杰张开血盆大口，狠狠地咬了拳头哥一口，拳头哥身子一歪倒在地上。德林杰直接将拳头哥从高地踢了下去，干掉了拳头哥。德林杰悠哉悠哉地来到第3层去找古拉玩，结果刚踏入第3层一步，就被一个白影一刀重伤。卡文迪许的恶魔形态哈库巴出现了，德林杰看到自己身上不断的飙血，都懵逼了，缓缓回过头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哈库巴一个瞬移过去，用快的看不见的速度猛砍德林杰。刚刚还牛逼哄哄的德林杰带着惊恐的表情倒地不起，而躲在角落里的巴托露出了同样的疑问脸。这小子是谁？看衣着是卡文迪许，看脸好像又是别的什么迪许，他到底是什么迪许？哈库巴注意到巴托后，一个闪现过来，对着巴托一顿猛砍。这个哈库巴形态牛逼倒是牛逼，只不过有点敌我不分，仿佛乔巴的狂暴模式，见人就砍。
好在巴托有自己的绝对防御，哈古巴没能砍死巴托。他抬起头，又将目标锁定在了在悬崖上奔跑的罗宾。巴托意识到事情不妙，解除屏障后扑了上去。哈古巴一个闪现瞬移甩开巴托，直接向罗宾冲过去。但罗宾也不是好惹的，见一个人影冲过来，直接用果实能力将其擒住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，卷心菜兄弟？哈古巴在罗宾的手里挣扎一阵，卡文迪许重新夺取了身体的控制权，将哈古巴无情赶走。但是还没等罗宾松一口气儿，哈古巴又跑了回来，嚷嚷着要砍死罗宾。卡文迪许和哈古巴两个人格在上面争执不下，吵吵闹闹，最终还是卡文迪许获得胜利，成功压制住了哈古巴。在罗宾忙着看卡文迪许的双重人格吵架的时候，古拉已经悄悄地在岩石峭壁上注入了炸弹。悬崖壁上突然鼓出一个大包，而且越来越大。这么大的一个炸弹，如果爆炸的话，估计直接就是死无全尸了。巴托奔向古拉，打算将他打倒，阻止爆炸。但是古拉还有一个自卫的秘密招式，他的头发是毒针，可以发射出去麻痹对手，而且他的身体就是一个炸弹，如果受到刺激就会爆炸。巴托如果对他出手，他就会自爆，将巴托炸死，顺便用毒针捅死悬崖上的罗宾和卡文迪许。如果巴托不把他干掉，他会控制岩壁爆炸，直接将罗宾和卡文迪许炸死。该怎么选择呢？巴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做出了一个十分爷们的决定，牺牲自己拯救罗宾。巴托冲向古拉，用屏障圆球将自己和古拉同时包裹其中，这样就算古拉自爆也伤不到罗宾了。接着巴托掏出匕首，手起刀落，一刀捅进了古拉的喉咙。古拉受到刺激发生自爆，数以万计的毒针刺进巴托的身体，但是巴托保护罗宾十分满足，只不过古拉根本没死。在古拉膨胀起来的时候，巴托一刀刺中的是他的肩膀，并没有刺中喉咙。古拉大吼一声，将岩石上的巨型炸弹引爆。卡文迪许和哈古巴在激烈的争夺战中各自占据了一半身体。卡文迪许用自己的左手挡住了哈古巴砍向罗宾的剑，并且利用哈古巴的速度将罗宾成功送上了第4层花田。罗宾的死里逃生让巴托一阵后怕，自己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算什么男人？路飞前辈一幕幕英雄时刻在巴托的脑海中不断回放，这燃起了巴托的肾上腺激素。虽然自己现在还很弱，但是一定会变得更强，变得有资格助路飞前辈一臂之力的人。巴托将屏障武装在自己的拳头上，跳上空中，这是致敬路飞前辈的一击。这一拳狠狠地砸在古拉的脑壳上，古拉终于被干掉了。我是剑夫君，咱们下期见。